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忍者题材动作游戏《勇者》。可能有很多小伙伴玩过世嘉 MD 版本的。本作呢比 MD 版早发售了1年，发售于1989年 ，MD 版发售于1990。游戏的内容并不太一样，但是系统呢是一致的。本作一共是4大关，每大关呢有4个小关。这里我放了一个忍术，本作的忍术呢，每一小关你可以放1个，如果你这小关没放的话，会奖励你1万分，下一关呢又会给你1个。刚刚的这个忍术呢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管它叫万狗奔腾啊，这个名字很中二，但是非常形象。一关一过关，第一大关的场景是一个机场。其实本作和超级忍系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之前我录制 MD 平台的超级忍2代的时候，曾经介绍过，那里我说是超级忍3代，并且呢，本作的 MD 版是超级忍的2代。其实呢，这是在美版的情况下是这样的，因为美版的超级忍3代实际上就是日版的2代，美版呢把本作的 MD 版也算作了超级忍的系列，但是日版呢就没有算，这是2个不同的版本之间命名的差异。第一关的 BOSS 下方呢就是它的血量，一会儿呢我放一个忍术把它带走，但是事先呢要先磨一下它的血。好，3滴血了，来一发就完事儿。忍术就这么几种，我感觉只有画面上的区别，实际上攻击判定呢差距不大。这里是奖励关啊，这个奖励关卡的画面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，它利用到了卷轴的缩放，看起来还有3D 的效果。当年的 MD 版呢是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。好，这里呢奖励关结束，我被人一脚蹬在了脸上。其实这款游戏的奖励关呢只有这1种，后面会出现一共3次，得到的只有分数，如果你全都打完的话会奖励你1条命，但是命的话对咱们来说不是很有用啊，因为这款游戏的难度呢不算高，它考验的主要还是玩家的背板的能力。每关的目的就是拆炸弹。剧情方面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叫做曙光的组织劫持了一个航天飞机，这样主人公就去营救，但是呢敌人在很多的场景里边放了很多炸弹，这样你需要先把炸弹拆除，再去拯救这个航天飞机。日版的话，本作的主人公叫做疾风，他是乔武藏的儿子，但是美版应该主人公就是乔武藏。这个日版和美版的剧情上设定也有差异，不只是代际的命名方式的问题。美版呢显得更加的简单粗暴一些。带着的这个狗子呢叫做大和，可能玩过世嘉 MD 版本的小伙伴对这个狗啊印象特别深。MD 版呢这个狗子释放方式是按住单发的攻击蓄力然后放出去，但是本作呢就是按下按攻击，作用都差不多，但是这个狗子呢如果长时间和敌人缠斗或者被攻击到的话会变小的，在一段时间之内呢它就不能展开攻击了。这种忍者啊非常讨厌，他是很难对付的。盾牌兵呢 MD 版也有，这个盾牌兵啊就是看起来唬人一点，但实际上呢它是在一定距离之内它肯定会攻击你的，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弱点，如果你离得太近或者太远它都不会出手。这里马上要过关了，我把这个忍术放了。炸弹减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你的武器会加强，有火焰的效果，能够穿透敌人的防御。
大家想一下，超级忍系列也有这个设定，吃到了力量道具之后，你的武器威力会加强。好，直接把咱们撞下来了。撞敌人的话呢是不掉血的，甚至很多的场景你需要利用到这一点。就像这个地方，我直接如果走下去呢，我怕他把盾牌扔出来，因为本作的主人公啊没有血条，一下子就挂。还有2个炸弹要拆。其实本作的游戏方式啊，大家详细想一下的话，非常像人间兵器，因为它同样要利用到高度差，利用到地形，对自己进行掩护等等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超级忍的初代阶级版也非常的像人间兵器啊，那个比本作更像，那个发售时间更早，1987。这是本关的 BOSS， 一个火车啊。刚才呢我差点挂掉，幸亏呢把这个忍术放出去了。又是这个奖励关，奖励关是一样的。这个也许是游戏的发售时间过早了，奖励关呢3次出现都是一样的，这个让人玩起来就没有什么动力啊。如果你奖励多一点忍术，或者呢，你在下一关开场的时候给我加强的手里剑的话，那这样我肯定会全把它打掉的。但是它只是给分数或者奖命，那就算了。包括这个忍术，如果你不用的话，给了1万分，我感觉也没什么大用。这里出现了新的敌人，扔燃烧弹的，后面会出现大量的各种敌人的组合，这就考验玩家对你的打法的执行力了。每一种不同的敌人都有固定的对付的方式，如果你不严格执行的话，你会发现这款游戏超级难。好，干掉，还差2个炸弹。等他伸手接这个盾牌的时候，把他打到了。忍者需要打2下。好，这样咱们有了加强的手里剑，放一个超杀吧。掉了一地的人啊，就是一个清屏。咱们转眼间已经打了1半多了，一共16小关4大关。这关开始呢，你就要严格的执行你的打法，包括背板。其实我玩很多游戏的话，我就是靠背板了。现在看起来呢是打得比较顺利，但实际上就是你记得熟一点就完事儿了。只要你背板背得熟，很多游戏呢也就不难了。这个忍者啊，咱们先在这儿把它解决，别着急往前带屏幕，否则呢你同时面对2种以上的敌人就会非常的麻烦。本作的影武者在世嘉 MD 版之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续作了，因为这款游戏呢，它和超级忍的关系就像2条相交的直线产生关系的就只有世嘉 MD 版那一座剩下的呢就向各自的方向发展。感觉超级忍系列发展的更好一点活到了次时代的平台。但本作呢我就不太熟悉了，因为我只玩过街机版还有 MD 版2座了。3关2过关，每关呢还有限时的，3分钟的限时。哇，这里有鳄鱼啊！鳄鱼干掉的话呢，这个白色的肚皮就朝上了这里小心一点，使用你的手里剑进行试探。
这个坑太宽了，只能从上面走。哦，狗子跑得好远啊！这里不要着急啊，又需要上楼啊！上楼呢，继续用手里剑试探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。好，他下边的盾扔出来了，所以弱点在下路。咱们的手里剑加强了，有火焰效果了，这样这个盾牌就挡不住咱们了。好，过来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玩过这款游戏啊？本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可能是最简单的 BOSS 了吧，除了第一关的那个。好，放一个忍术，收了。哎，他掉下去了，浪费了呀！能不能捞上来了？又是奖励关啊！这里写着射击所有的忍者。所以呢，我没有什么射击的想法。啊，前2次呢都是蓝色的忍者踢我脸上了，哦，这次来了个紫的。好了，第4关，这是最终关了。前方地图已经能看到最终关的场景了。这关看打法吧，不按打法来的话就很难。打法固定呢就简单很多。等一波哦，他上子弹了。这里等个空隙，跳上去把这个盾牌兵解决，然后放狗。没有狗的话呢，你就趁空隙的时候给他一手里剑也可以。这下没难度了啊，咱们的武器加强了。那个黄忍者跳下去了。4关2，这里也是注意背板啊。刚刚这个平台呢，我就没着急向上跳，着急向上跳的话，就会直接一发炸弹落到头上了。这个地方有难度，试探啊，试探这个距离。趁他扔出盾牌的时候把他干掉。距离太近的话，就用手里剑压制他，然后上去砍就可以了。因为本作呢近身攻击是破盾的。哎，这个货自己走下去了，我还想让一让呢。对，这个平台我还想让一让。这个也掉下去了，因为一发手里剑呢打不死他。不客气了，放一个忍术算了。4关3了，4关3可以说是最后一关吧，因为4关4呢就是最终 BOSS 战。啊，这关的炸弹非常多，有9个。我记着 MD 版是救人质的，对吧？不是拆炸弹，但是基本上玩法差不多。这个地方好难受啊，他们在台阶下方，我需要放狗，全靠狗子了。哦，这台阶上站满了人啊！这个货趴的位置太讨厌了。
这种敌人啊，你蹲着打他就比较安全了。前方有点难度。好，到上面把上面解决，因为下边呢趴着一个敌人，这个特别讨厌。喷火兵啊，这是本关新加入的敌人吧？两个忍者，左右夹击，啊，这个我顶不住。忍术放了，苏童的话肯定是不会放这玩意儿的。稳一点，慢慢往前走啊。好，狗把它咬住了。如果它有盾牌的状态，狗上去咬呢就变小了。这狗子跟我混啊，一天挨揍8顿。最终 BOSS 战，最终 BOSS 呢，他首先等他把这个防御罩的能量当成远程攻击都放出来，咱们才可以和他开打。就剩最后一层了，等他烂干净啊。然后呢，等他拿武器，他向后退的时候，我建议啊，尽量少去勾引他。等他往前走的时候，要砍你了，你再后退，然后蹲下来打他。这里一定要稳啊，不能着急，着急的话非常容易被砍到，砍到就是一条命。拿了他2滴血，还有2滴，1滴血了。好的，这样其实就已经通关了。那敌人呢劫持这个飞船的计划失败了。看一下通关的画面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忍者题材动作游戏《勇者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